今天呢，就是想特别的让雪伦师母啊，继续来分享，因为上次讲到她和母亲的改变，实际上呢，真正在这个基础上来看，还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的人生路程的当中的互相磨合，怎么来改变？因为作为对母亲来讲，还是很容易的，3个月见一面，大家就各奔东西啊。虽然可以在遥远的地方祝福母亲，但是不需要柴米油盐天天的锅碗瓢盆的这样的面对，所以啊，看上去还是蛮容易一点啊，相对来说容易。但是作为和自己的先生，真的是朝夕相处，更何况他们俩的个性好像是非常不同的啊。师母比较活泼外向啊，牧师可能就是内敛一些，所以这样的个性又是这样的不同的生活背景的两个人走到一起，真的是不容易啊。师母啊，我就想让你先介绍一下你们两个人的个性的不同和家庭背景的不同究竟是在哪里啊？我们俩夫妻真是天差地别的不一样啊！首先呢，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也是第一代基督徒。那田牧师他是第5代基督徒啊，他们家5代里面有3代全职侍奉主，所以光这一点就不同了，对吧？然后第二个呢，他家是军公教，父母都是老师，所以是个很稳定的啊，那我们家是商人，我父母都是经商的，好，所以就在跟人的互动上，比较活泼一点。再加上我呢，一直到好像20几岁、27岁左右我才信主哈。那他呢是从小在教会长大哈，所以我当神要呼召我去嫁给传道人的时候，我简直都傻了，对吧？就怎么选都不是选我的，我是最不适合的。甚至他的神学院的教授也质疑这一点啊，他说你要找一个敬虔的呀，所以怎么会找他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很不一样啊。那我们在婚姻上也是吃足了苦头哈。那他曾经有讲过，他在进神学院的时候也做过性向测验啊，然后这个性向测验里面啊，后来他就做完了，就被他们的这个校长还是主任拿去进了房间好好谈一谈。然后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跟你谈吗？”他说：“因为你在抗压力指数上面分数勉强过关，差一点就过不了关啊。”他每次讲到我就说这个测验非常准确，尤其我们又被丢到国外，对不对？新婚、新移民、新教会职堂，全部一起来的时候，哇，所有的压力都来了，缺点全部都出现了的时候，你就是知道说这个神学院真是有智慧哈，有那个性向测验是很重要的。我们两个天差地别的不一样。那在这个家庭生活中，你们个性不同，那家庭这个生活中肯定会有一些碰撞了，因为您像刚才您讲的是你的家庭是做生意的哈，那可能我不知道在金钱观啊，或者是说在生活的这种消费观念呐、吃穿用度啊这些方面，是不是就会有冲突呢？冲突很大，因为我们都是客家人啊。那牧师的爸爸是客家人，所以他就很节省哈。虽然我是客家人，我知道是节省的，可是那也真的对我也是有点太节省了哈。到出国这么多年移民啊，你就慢慢见到这个好处，但是在初期几年啊，有很多的冲突。因为之前有提到说，我这是一个这个破碎家庭长大哈，所以这个在家暴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呢，就有这种这种后遗症，有那种烟消症哈。比如说，我特别害怕家里有突然大的声音哦，摔东西啦，大声突然飙高的这个的声量哈，那就差不多就是警告，就是危险来了，要揍人了哈，赶紧跑哈。所以严重到就是说我现在打个大喷嚏，我都吓坏了，你知道吗？到那个程度。那我先生呢，刚好又父母都是老师，尤其他爸爸是一个非常的 dominate 中文讲就是主见很强的人啊。他的主见很强，就觉得他说了就算哈，
父权式的家庭长大，所以呢，他身为家里的老二哈，就有点像是家里把声音被拿掉的人哈。有时候他到现在，即使是现在，他要讲到的时候，你会觉得中气不足哈，就是这不是生理问题，因为他唱歌没这个问题，你知道，唱歌很洪亮，但是讲起道来你就觉得声音被拿掉，哦，就觉得有那个情况，所以他每当要有不同的意见，两个夫妻之间产生的时候，他就想要试图用大的声音来拿出他的主导权的时候，马上按到了我的按钮，对不对？哇，又大声起来，赶紧找个门关起来，躲在里面保持安全啊！然后再加上他又是小时候曾经有一个伤害，就是被这个坏的保姆哈，他吵闹哭闹就被丢到门口关起来好久好久，他就是敲，所以他最不能接受就是人家把他丢到门外，把门关起来。你说夫妻这是不是？这是碰在一起，你知道吗？就是我就顶住了你的死穴，我们说死穴，对，两个就克住了，你知道吗？就你就卡在那，完全动弹不得。所以我们说这才叫夫妻，知道吗？你刚好克住了，我又刚好克住了你。两个如果不是用神的爱来解决这个矛盾了，哎呀，离婚率高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听到其他教会的长老啊分享，哎呀，我这个老婆啊，没什么缺点，我跟她好2年她大声音讲一句，从来不吵架。那我听了觉得这个见证对我一点帮助也没有，对吧？你找了这么好的老婆，一句大声也没有，从来不吵架，那对人有什么造就呢？我们就是会吵架，我们是普通人，我们就是遇到各种的难处，对不对？那你告诉我，你这个碰到难处你怎么解决？这才是有帮助的嘛，哈。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很好，我们很棒，我们没问题那种见证，唉，我们在碰到这种，我是玻璃娃娃，他没有办法大声讲几句，讲这几句我就说起来了，我就全部听不下去了，我就整个封闭住，然后他就要练习去怎么冷静下来，哈，等等。一开始不行的，纠结冲突，然后再加上我们又因着神的带领，对我而言，我感觉我放弃了一切，在台湾的生活，在台湾的工作发展，顺服他，陪伴他来到了加拿大，我简直是委屈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又因着牧会上，因为是开垦植堂，绝对有很多的冲突、跟挫折、跟挑战的时候，把这个压力出气在我身上。哎，我不是特别倒霉吗？对吧？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很多的委屈啊，那时候神不是跪下来，这跟神哭求主啊，他不知道怎么珍惜我了，你要帮助我，对不对？要不是因为你，我才不会嫁给他，对不对？很多人哭啊！我告诉你，我们学到一件事情，祷告要小心啊，因为神会听啊。但是用什么方法，就不是我能够控制的。所以到后来怎么样？神就在我们去参加夫妻恩爱营的回头路上啊，就发生了车祸，然后呢，就紧急送回医院。哇，那时候真是可妙了，因为在夫妻恩爱营的训练的营上啊，最后一天有一个问题，叫做如果你们只剩下3天啊，你会怎么互动，对不对？那时候我先生还站起来回答，非常这个慷慨激昂，说我太太最喜欢回台湾吃些小吃，要是怎么样，我一定带她从第一摊吃到最后一摊，绝对不会有抱怨，怎么的啊？讲得很好嘛，对不对？标准答案，好学生嘛。结果呢？参加完夫妻恩爱营，我们准备去大华超市去这个买东西回家的时候，这个不准拿，那个不可以买，哎呀，气死我了！我说，等一下，你不是昨天还在讲你要怎么样疼爱不起啊，对不对？如果还有3天的生命，你会怎么疼爱我吗？结果我老公妙了，他就回答一句说：这些东西你3天也吃不完了。你说是不是？这人是罪人，你知道吗？真的是罪人，没办法，气的刚上完的课马上还给老师了，对吧？唉，然后所以怪不得老天爷给我们神给我们加课，你知道吧？补课，所以回去立刻他呢撞上了一个连接车的尾巴，那个下坡刹车不及，在一个大雪天，然后回转了2圈。警车来了，救护车来了，把我们送回 Calgary。那时候我们开了12个小时车去 Calgary 参加夫妻恩爱营。
然后结果我其实是 T12那个骨折在那个胸骨，那骨折本身没事啊，就是打麻药3天就不痛，反正休养几个周就好。反而在你照 X 光的过程当中，发现腹腔里面有卵巢长出来的一个12公分大的 cyst 囊肿，哇，这个吓到了，对不对？那只好紧急手术啦。这个是没有想到的意外发现。结果我老公刚从车祸里面还没恢复过来，立刻就送老婆进急诊室，要第2天要开刀什么的。他这个心情简直是上下起伏，对吧？神就用这个过程给他一个很打击的一个讯息，说你没有好好的对待你的老婆吗？我是可以把她拿回来的。经过这次他就醒了，就是主啊，再给我第2次机会啊！所以那个打了一个很重要的底，你知道吗？就是神果然成全了我的祷告啊，让他懂得珍惜我啊！我只是要付上高昂的代价，让他醒过来，对吧？那个过程帮助我们夫妻认真的去看待经营关系的重要性。真的，就像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牧者夫妻的关系，其实在弟兄姐妹的眼中，我认为是藏不住的，根本不可能藏得住，又是这么小的教会，对不对？我曾经在温哥华等候美国签证的期间，参加当地的教会，我们坐在后面，看见前面一对不知道是长老还是什么的夫妇，先生跟太太说什么，太太就是好像昨天的气没有消掉啊，垃圾没倒干净，就是我那时候就跟我老公说，老公你看，就是一个动作，对不对？他们的关系近在眼前，你根本藏不住。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到怎么去经营它，而不是装给人看。真的，因为好的关系是我们自己享受用的嘛，对吧？你说给谁看啊？啥意思啊？没意思。对，所以我们老公在面试的时候就很清楚讲说，他说我会好好经营夫妻关系，这个是他认为他侍奉的重点，这是我们磨合了快10年。他看见的，我们真的看见好多苦读的妻子，对不对？通常太太是最后一个被牧养的对象，等到先生在外面1天下来，回到家都已经枯干了，对吧？我们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老婆是牧者要喂的第1只羊。那我先生做的方法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先知道自己的爱的语言，对吧？我的爱的语言是精心的时刻，是正面的言语。所以呢，他先做早餐，然后再把它端到老婆床前。很多人就光是听到这边就晕了，对不对？我做不到，对不对？然后呢，一起吃早餐，然后分享，然后我们结束前会存款，对不对？就是来讲讲，对不对？你今天怎么样？昨天怎么样？然后呢，存款了。所以当老公上班之前，老婆已经喂饱了，不用等到饿一整天到家嗷嗷待哺，不用，早上就喂饱，所以每天都是愉快的心情。但是不可能没有意见嘛，对不对？总是有这个擦枪走火的时候，那关系要怎么经营它？好，所以这就进入到这个周保养。求你用我做你